大家好，我是Milk。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波特兰的景点，也是来波特兰玩一定会去的一个景点，就是波特兰的日本花园。那波特兰日本花园是坐落于这个华盛顿公园，也是华盛顿公园的一部分。那除了日本花园之外，华盛顿公园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景点就是 Oregon Zoo， 也是 Oregon 的动物园。那波特兰日本花园呢，其实是兴建于西元的1963年，然后占地是12公顷，由8个不同的庭园所组成。前日本驻美大使松永信雄阁下呢，曾经到这个波特兰日本花园的时候，讲了这么一段话。他说，波特兰日本花园是他在日本本土以外看过最美、最正宗的日本花园。那因为这个日本花园的秋天非常漂亮，所以我就趁着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去拍了一些影片，分享给大家。那在2024年9月的这个时候，波特兰日本花园的成人票价是21.95，6到17岁的青少年则是15.95。另外，园内有另外一个五妈咪的这个咖啡馆，那这咖啡馆是需要预约的，所以你也可以透过他们官网去预约你要去的这个时段。那建议的话，通常是要提前一点预约会比较好一点。那至于门票的部分，因为你在现场排队的是需要时间的，有时候是会比较多人的时候会比较多时间，所以如果时程允许的话，建议可以在线上先买好票，然后到指定的时间再去现场就可以，就省去排队的这个麻烦。Hello 大家，那今天因为天气比较好一点，所以带大家来这个波特兰的日本花园。那它日本花园是在这个波特兰的 Washington Park 里面，那这附近不是很好停车，所以我刚才停比较远一点。那其实它这附近是有一些小的停车的位置可以停，然后它花园本身也有，但是不是很多位置。那当然你也可以，就是这边有这个公用停车，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Parking Kitty 来付钱。那因为现在是秋天，所以日本花园是很漂亮的。然后这边是购票处，你可以在线上直接先购票，或者是你可以到现场再排队购票。好，我们已经买完票了。那票的话，大人是21.95块，然后其他票我会放在资讯栏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如果你要带脚架进来的话，你要多付10块钱，所以也在买票的时候顺便给他。然后他会给你一个 tag， 然后这个 tag 就可以make sure 你可以在里面用 tripod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走进去里面。一走上来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一个馆就是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所做的。然后这个其实有一段历史，然后它是跟当地的一个事务所合作设计，所以这个算是新馆。那里面有一些就是当地的展览之类的。那这边有这个地图可以看整个这个园区是怎么样。我们现在看到这边，它其实有一个叫做 Tour Star 的这个牌子，因为它买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买是要做这个有这个导览的人去带你，或者是你可以自己看。那它 tour 的时间是每天大概有4个 tour 左右，所以你可以事先预约，然后你可以把 tour 的票进来。那我们现在先走进去原本的这个传统的花园里面去。其实花园本身呢，并不是很大一个，只是因为这是波特兰唯一的一个日本花园，所以算是一个蛮热门的景点。那沿着这个步道走过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主要有一个桥在这边，然后在桥的另外一边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拍照景点。
那其实呢，这个入园这边有一棵就是很漂亮的枫树，每年都有很多人在这边拍照了。不过它这个红叶正红的时候是比较困难去掌握它的时间。这走过去呢，就是它整道枫叶，然后后面有这个黄色的枫叶在后面。走过来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小水池，然后这边是有蛮多这个鱼的。经过步道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瀑布。那这边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。那这个瀑布呢，在冬天的时候是会结冰，所以其实看起来蛮酷的。那经过刚才蜿蜒的这个小路之后呢，会走到这边有一个是日式庭园的标配。在旧馆这边呢，最后一个景点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建筑在这边。那这边从这边是可以看到波特兰市中心，它等于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制高点。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里面参观好像是要另外买票的，或者是它可能就是有 tour 的人才可以进去的样子。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波特兰的市中心，不过这边是有一些树，所以可能看不是很清楚。可以看到这边是另外一个日式庭园，然后也是有这个流沙的石头在这里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旧馆的这个部分。那现在我们去看一下，隈研吾设计的新馆里面。那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呢，他很擅长于用天然的这个建材，比方说木头啊、石头，或者是当地的石材，去作为它建筑的元素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，这个是 gift shop， 因为它现在很晚了，所以展览已经关了，就现在去 gift shop 看看。Are you looking for something in specific? Well, I have my backpack to pack, right? So I need everything to go inside of it. So like, meaning like, that won't work for backpacking? That was my issue. So.走到第二层来看一下。我这边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有点像让人休息的地方。
如果在这个庭园累了，你还可以这边有一个咖啡店，但是看起来这是要预约的，它写 It's fully booked today，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咖啡店里面就是喝茶、喝咖啡、吃东西。那这个咖啡店呢，面对的就是刚好我们走进来的这个桥，其实是风景是很不错的。好了，那就是今天的日本花园半日游。我会建议大家秋天的时候来这边会比较漂亮。当然，它春天也是有这个樱花可以看，不过因为它主要是以枫叶为主，所以樱花的话反而没有那么著名。所以秋天是一个最好来的季节。那如果你要从这个市区过来，你也可以坐捷运到Washington Park 下车就可以了，大概步行一下子才会到。好了，看完今天日本花园的影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想法或者问题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未来我们也会拍更多这个有关波特兰、Oregon 相关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米家哲学的Milk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